我身边有不少学中文的朋友，他们常常跟我抱怨，他们已经学了好几年中文，考试成绩不错，可一旦走出课堂，到真实的环境里，比如去菜市场买个菜，或者跟朋友聊个天，经常就懵了。林静，你觉得这是为什么？好问题，这几乎是所有学中文的朋友都会遇到的痛点，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核心话题。为什么学了这么久，还是听不懂中国人的日常对话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ndarin Chinese Podcast， 我是林静。大家好，我是方舟。你刚才提的这个困惑背后，其实反映了中文听力理解的一个深层挑战。比如最典型的一个就是汉语的声调。声调，你是说妈、麻、马、骂这种吗？这不就是入门最先学的东西吗？对，就是这个。入门是学了，但那是在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念的理想状态下，在真实的快速的口语交流里，这些声调的变化非常细微，而且还有很多变调现象。比如说我们第一期播客里也提到了，见面打招呼说什么？这个我记得是你好，不是你好吗？没错，不过考点不在这儿，你发音的时候是把你和好两个字都念成三声，还是把你念成二声，说你好？等一下，我想想，你的拼音是三声的，但是平时说的时候确实是二声的你好。是的，我们学拼音的时候，你好这个词中都会把你发三声，但中国人几乎都会发二声，虽然大部分人自己都没意识到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外国人听常速中文的时候会反应不过来的原因。哈哈，这个例子太形象了，还真是。但我朋友还遇到一种情况，一句话里每个字他都认识，但连在一起就是听不懂。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些我们没太注意到的问题？当然有，你想想，我们教材里学的词大多是比较书面规范的，可日常生活里呢，我们说话充满了各种俚语、网络流行语，还有大量的多义词。能举个常见的例子吗？当然，最经典的词就是意思，在不同语境下，它能有十几种不同的意思。比如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不好意思，意思得了。外国人听到这里估计已经晕了，他们认识每个字，但组合起来的那个意思，那个约定俗成的用法，他们是不知道的。这个例子太有趣了。除了这种单个词汇的多重意思外，还有一个挑战，就是中国人平时说话语速很快，而且很多音节好像都粘在一起了，根本不像教材录音里那么清楚。你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但又容易被忽略的点，在日常对话里，我们为了表达流畅，会有很多连读、吞音甚至音变的现象。比如我不知道，很多人会说成听起来像我不造这样子，我们口语里常说成酱字。对，还有很多a 之类的词，这些东西是教材里不会出现的，但又是中文母语者日常对话的一部分。完全正确，这些口语里独有的现象共同构成了一道声音的屏障，它要求你的大脑不能再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识别，而是要学会捕捉整个句子的节奏和感觉。我明白了，这确实需要大量的真实语境练习才能掌握。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，从一个更日常的观察角度来看，我们中国人说话好像经常不把话说透，喜欢让对方自己去领会，就是所谓的言外之意。这种交流方式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总是有点捉摸不透。这就是中文的精髓了。中国人交流，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微妙的场合，比如拒绝别人或者提出建议时，往往非常委婉。我们期待对方能听懂弦外之音，比如我们常听到的下次再说，我考虑一下之类的。对，非常典型。还有领导说这个方案我们再研究研究，潜台词很可能就是这个方案不行，你重做吧。但一个不了解这个文化语境的外国人，可能真的会以为只是需要再研究一下，
这个太真实了。我想起我一个朋友，他去一个公司面试，面试官在结束时跟他说：“你的经验很丰富，能力也很不错，我们回去会再研究一下。”他还高兴了半天，以为自己要被录用了，结果等了1个星期没下文，才知道那其实就是被委婉的拒绝了。这种文化上的隔阂，就是最难逾越的一道屏障。这么说来，从声调的音变到口语的表达，再到文化里的弦外之音，没错，它考验的不仅仅是你的语言技巧，更是对整个文化环境的理解。对，那么既然真实世界这么复杂，为什么我们在课堂上学的东西却常常没法应对呢？课堂和现实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鸿沟？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。我们常开玩笑说，课堂就像一个无菌实验室，老师为了让你听懂，会刻意放慢语速，字正腔圆，用词规范。教材录音也是一样，清晰的没有任何背景噪音。但真实世界呢，它就像一个喧闹的街头，语速飞快，口音混杂，表达随意，还夹杂着各种环境噪音。我懂了，所以我们就像是从实验室里出来，一下子被扔到街头，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就跟电脑死机了一样。这个死机的比喻特别贴切，而且造成死机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内部原因，就是翻译思维。翻译思维是指我们在听中文的时候，总习惯在脑子里把它翻译成自己的母语吗？完全正确。听到一句话，先在脑子里把它翻译成英文，理解了，再想怎么用中文回答。你想想，在语速飞快的情况下，这个翻译过程根本来不及，信息全都挤在一起，大脑就卡壳了。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大家常说能听懂老师，却听不懂路人。你说的这个翻译思维确实是个大问题，它是不是意味着，如果我们摆脱不了这种思维模式，听力就永远没法真正突破？它会对理解的流畅性造成什么样的长期影响？影响是致命的，因为它从根本上阻碍了你用中文去思考，你永远隔着一层翻译的屏障，无法形成对语言的直接反应和直觉。这就像学骑自行车，你不能总想着脚要怎么踩，手要怎么扶，身体要怎么保持平衡，你必须让它成为一种身体的本能，一种下意识的肌肉记忆。语言也是一样，听力好的状态是听到即理解，而不是听到翻译理解。我明白了。但另一方面，很多人都经历过听力焦虑，就是越害怕听不懂，就越紧张，结果大脑就越是一片空白。这种心理上的障碍，会不会比语言本身的难度更难克服？我认为会的。听力焦虑会形成一个非常可怕的恶性循环。你想想是不是这样？你一开始听，心里就开始担心，哎呀，万一我听不懂怎么办？我太懂这种感觉了。然后你的全部注意力就会高度集中去抓每一个词，结果一遇到不认识的词，或者一个没听清的地方，大脑嗡的一下就卡住了。那一刻，你甚至会开始怀疑自己，我是不是太笨了？学了这么久，怎么连这个都听不懂？其实，这种自我怀疑比听不懂本身更可怕。你卡住的那一瞬间，后面3、4句话可能就已经过去了。结果就是越焦虑越听不懂，越听不懂就越焦虑，最后甚至会发展成不敢听，彻底丧失了信心。所以，从课堂的无菌环境到现实的喧嚣世界，从习惯性的翻译思维到令人崩溃的听力焦虑，这些共同导致了听力困难。它告诉我们要突破听力瓶颈，不仅要学语言，更要调整我们的认知模式和心理状态。那么，面对这些障碍，我们到底有什么具体有效的策略，才能真正实现从听懂老师到听懂路人的飞跃呢？首先要做的就是回归本源，把地基打牢。比如重新去精炼声调和拼音的辨识能力，扩大口语词汇量，
但更重要的是改变练习方式。我强烈推荐泛听和精听相结合。泛听就像背景音乐，不用追求每个字都听懂，主要是为了培养对中文语速、节奏和语流的整体感觉。这个我懂。如果把语言学习比作健身，泛听就像是长跑，主要是为了锻炼心肺功能和整体耐力，也就是培养语感。那精听是不是就像做力量训练，专门去强化某一块肌肉？这个比喻太棒了。没错，力量训练能让你举起更重的东西，精听能让你听清每一个词，而耐力好能让你跑得更远，语感好能让你在长时间的对话里不掉队。那具体来说，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材料或者渠道呢？感觉大家最缺的就是这个。问得好。泛听的材料选择非常多，你可以去听一些中文流行歌曲，或者看一些电视剧，关键是让自己沉浸在那个声音环境里。至于精听，可以选择1-2分钟的新闻或者对话。当然，我也要特别推荐我们的节目 Mandarin Chinese Podcast， 它也非常合适。我们每一期节目都提供双语字幕，你可以先盲听几遍，然后再对照字幕，找出自己没听懂的地方，这是绝佳的精听材料。这些技巧听起来很实用，但我们前面提到了听力焦虑，这个心理上的坎儿该怎么过呢？总不能跟自己说别紧张就不紧张了吧？有没有一些小技巧能帮我们从害怕变成享受？心理调试确实至关重要，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小步快跑，给自己设定一些非常容易实现的小目标，比如今天就听懂一段1分钟的短对话，或者看懂一个没有字幕的短视频。每完成一个小目标，你就会获得正向反馈，自信心就会慢慢建立起来。另外，要主动创造机会和母语者交流，哪怕一开始只能听懂30%，也要硬着头皮上。关键是让自己习惯那种真实的语境，降低对完美听懂的执念，允许自己犯错。当你不再害怕犯错时，享受才有可能开始。说得太好了，这么看来，从声调的基础到口语的实战，再到心理的调试，要真正解决听力问题，还真得从好几个方面一起下手才行。没错，所以你看，这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。一方面是中文本身的特点，包括声调、口语化和文化语境；另一方面是课堂和现实脱节太严重，再加上学习者自身的翻译思维和听力焦虑，共同加剧了这一挑战。所以要突破这个瓶颈，就需要一套组合拳，基本功要练，方法要对，但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心态要调整好。完全正确，这是一个从技能到心态再到方法的全面升级。所以今天聊下来，我发现学了那么久中文，为什么还是听不懂？这个问题的答案远比我想象的要深刻，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技能问题。没错，它更像是一个思维方式和文化适应的挑战。我们得学着摆脱习惯性的翻译思维，对，还要拥抱中文里那些模糊的地方，去主动捕捉那些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。当你不再害怕听不懂每一个字，而是能抓住整个对话的氛围和感觉时，你离真正的听懂就不远了。我想，那样的听懂已经超越了语言本身，变成了一种深层次的连接和共鸣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就真正走进了中文这个新世界。说得很棒。所以，听不懂并不是你没努力，而是方法和心态需要调整。只要方向对了，就一定能突破。完全同意。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个普遍的框架，但我们知道每个人的学习故事和挑战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所以我们更想听听你的故事。在学习中文听力的过程中，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？你有什么独门秘诀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的经历和困惑，我们很期待和大家一起交流。当然，也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的干货分享啦。没错，
不过解决了听力这个输入的问题，很多朋友马上就会遇到下一个挑战，那就是输出。对，这个问题甚至更普遍，很多人都说自己是哑巴中文，能看懂听懂一些，就是说不出来。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就要来聊聊这个问题，学了那么久中文，为什么还是无法流利地说中文？太期待了，这可是另一个大难题。哈哈，是啊，这个问题可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，所以我们得留到下期啦。我是林静，我是方舟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拜拜。